这绝对是戴夫建造的第一款电动汽车，车内安装了先进的 CF1电机和自主研发的制造动力总成系统。自从戴夫自己造车以来，受到了很多车迷的喜欢。可俗话说得好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为了迎合世界环保的大趋势，也为了给客户更多的选择，戴夫和凯文来到了朋友杰克的公司，这里是专门定制电动赛车的，采用的都是一种特殊的电池，适用于一些高性能的应用。其中的一个模组就能跑30英里，4个模组电压之间800伏左右，再搭配上先进的 CF1电机，能让改装出来的车子达到大约500马力，并且为其搭配了新的电动汽车平台，为车子在道路上提供了足够的动力。不仅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漂移起来一点也不耽误，让戴夫玩的那叫一个开心。在一场大男孩的游戏过后，戴夫彻底的陷入其中，决定自己也建造一辆这样的电动车。于是就和杰克达成了合作，并且定制了一套电池盒。像这样铝制材料的电池盒，其实戴夫他们自己就可以制作的，但是由于第一次合作就一起在杰克公司订购了，他们现在只需要像乐高套装一样，根据上面的编号组装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固定方式需要焊接，并且还要保证焊接的板面垂直，尺寸大小都要一致，这是一个焊接师傅必备的基础。所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小技巧，用一个工程模块来作为支撑，这样焊接起来既方便又快捷。等电池盒被组装好后，员工们就将其拿到地板上进行比对，这就像戴夫定制的任何汽车一样，都需要不断的测试修改，要保证电池可以任意角度、任意方向放置，都要是平坦的、完全水平的。所以为了更好的调整，之前师傅在焊接时只焊接了几个点，等电池盒子都符合标准后，才能彻底的将其一次焊接到位。但由于这底盘是原来的原始车架，所以要在车架上进行打孔，并且在里面下入套丝来固定电池盒子。安装完成后看起来非常的结实，并且非常的完美。当员工们将电池安装到电池盒内后，显然整体的重量非常的重，4个壮汉移动起来都很费时。当员工将其推到底盘下后，发现上面电线有可能有些碍事了，电线增加了电池盒的宽度。不过对于经验丰富的员工们来说，还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将其安装到了底盘上。接下来就开始修改车壳和安装其余的组件了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建造电动汽车，面对的线路是非常的多。为了确保能输出大量的电流，这里采用的线路都是电缆。等这些都被处理好后，另一边的喷漆房也开始了工作。为了庆祝第一辆电动车的诞生，车子的颜色他们选择了暗红色，也寓意车子上市能销售火爆。所以在面漆上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功夫，反复打磨上漆了好几遍。在等待车壳干燥的同时，员工们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开始安装车子最重要的部分。本以为安装起来会非常的顺利，可没想到不该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了问题，电机上的衬套和车架不合适，完全放不下去，这让员工很是头疼。因为现在车架上已经都喷好了漆，一个不好就会让上面的漆面爆开，甚至在上面喷了润滑油都下不去，这让一旁的凯文看到了很是着急，亲自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。而另一边的员工们都看上了热闹，并且还讨论上了电动、燃气、汽油哪个更好，甚至还有人说汽车没有了炸街的轰鸣，就像汽车少了灵魂一样。气得正在处理问题的凯文一用力，就将电机按了下去，这让负责安装电机师傅大笑了起来，安装螺丝都顺溜了很多。这时喷好漆的车壳也被运了过来，所有员工都齐上手将其组装到了一起，让赶过来检查的戴夫非常的满意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连接线路了，像是尾灯、大灯、仪表盘等都需要一点点的链接好，这要比汽车的线路连接要麻烦一些。因为电缆的走线很是费劲，所以大家都赶过来帮忙，用了整整2天的时间才将所有线路捋顺好。这时车子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，员工们一起上手安装车门的安装车门，安装机盖的安装机盖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接着员工们将车子开到了动力机上，准备测试一下车子。随着轮胎不停的转动，显示屏上也有了相应的数据，大家也都在等着第一辆电动汽车的好成绩。显然车子整体数据都非常的好，让戴夫开心的和凯文拥抱在了一起，恨不得马上将车子开出去测试一番。可这时还不是试车的时候，因为内装部分现在还没有完成，这辆车的内饰和汽油版的汽车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，这让内饰部门工作起来就简单了很多，只需要像以前一样按照步骤一一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等技术人员将车子调试好后，戴夫首次建造的电动汽车就完成了。车子看起来和汽油版的一样漂亮，唯独里面的内核大变了模样，这让戴夫内心早已经不再淡定，迫不及待地开到赛道上进行试车。车子开起来感觉非常的好，速度也是相当的快，给戴夫激动后脖梗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甚至都要和肌肉车野马较量一下。